智慧型 KK 呢，当你在动态的输入一个特征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标示它的尺度哈。那当你完全特征都制作完成之后，它会把所有的特征的一个尺度都标示在上面。使用者呢，可以根据你的图面哈，检查一下是否你的尺寸有没有错误哈。假设无误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进入 CAN 的一个模组。那首先呢，智慧型的 KK 呢，它可以做到自动辨识工件的一个功能哈。那我们只要按加工区的一个辨识，它就可以把你这个车销的一个工件的一个特征完全辨识出来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智慧型 KK 呢，它还需要具备3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呢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自动选择刀具的一个功能；第二个呢，是自动工序排序的一个功能哈。那第三个呢，是自动刀法的一个选定哈。那这3个功能呢，其实只要按电脑自动设定的一个反削刀的一个功法哈，就可以自动安排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它出现一个警告的一个讯息哈，其实只是因为这个工件它是一个比较大直径工件，那它提醒使用者哈，当你在使用切断的一个刀具的时候，你要确认它的刀柄是否够长，好，不然的话这样会有一个干涉的一个情形发生。如果你的直径小于你的直径的话哈，你的刀柄的长度如果不够的话，它基本上会有一个干涉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发生哈。那这个做完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NC 路径的一个模拟哈。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手车的一个出车哈，那现在它是在加工非凹槽的一个部分。那第二个呢，它使用一个自动选择的一个刀具哈，去加工刚刚制造的一个梯形槽跟圆钩槽哈，然后使用不同的一个刀子去规划它。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，因为它那个刀具选定的关系哦，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那个加工的一个流量哈，那这产量哈，那这个部分呢，它会在金车的时候完全消除。下一个呢，我们现在看到它规划是先做一个外径的一个金车衣哈。第二个呢，它使用切槽刀哈，去金车它的那个梯形槽的一个部分。第三个呢，它是使用一个圆槽刀去金车刚刚我们制作的一个圆钩的一个部分。好，那这样子呢，我们可以看它的一个路径的一个模拟。好，那我们最后把它切断。好，那这个整个看完它的 NC 模拟之后呢，我们把它输出一个 NC 程式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到呢，这个 NC 档案呢，它前面就是关于这个车销的一个排程哈，它工序的一个安排哈。那后面呢，就是所有的 NC 码的一个制作完成的一个结果。